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3号，狗狗币昨天又大涨了近5%。那今天视频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整个长线，它在这个位置如果举行的压力位突破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开启长线三浪的一个大涨行情？有没有可能涨个1倍或者是10倍？因为最近是有利好，而且发现有一些现象，比特币它在高档的位置，昨天是有败下。4个小时里面的空方吞噬，但是现在也不跌，它有没有可能类似大盘在搭台，然后很多小的币种是非常的活跃，包括这个狗狗币或者其他的币种可以观察一下，基本上满屏都是在上涨的结构，而且是昨天大涨的一个品种 AXS 一度是大涨了近40%，如果加上今天的一个上涨，短短的2天都大涨了50%。那这种币种都有这么强势一个上涨的结构，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它的一些支撑跟压力，这2个支撑位我们要怎么来判断，以及狗狗币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其实整个市场的资金其他币种里面的很多庄家是非常的火热，所以我估计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过的情况下，那前面在低档的时候，我是希望朋友们你在这个位置有抄底 0.05 0.06 有听我的建议，狗狗币做对的整个长线的多单还是选择给我报，虽然是有压回，没有买的一些粉丝朋友，我是跟大家讲，你狗狗币一定要买，因为在这整个区间它就是21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月到3月的这个区间，它后面是这样子强势的拉上去，那不排除拉到这一个区间的位置，它就是主力超强势的一个洗盘成本区，不一定会跌得下去。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些现象，那短线的资金有没有可能，如果这一个矩形位置突破，会开启一波大级别的三浪的行情？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啊。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NOK 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其实非常的强势啊，昨天还一度在担心4个小时，我是在这一个接近高位的一部分短线的筹码卖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半是没卖。昨天是跟大家讲，你观察4个小时这一根螺旋的十字星，它收盘不要给我跌破这个位置，那你就继续给我把短线的一部分仓位给我报，长线的仓位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卖出的动作，就是给我报长一点。因为现在有看到一个现象，也是一直在观察，它这个矩形到底要拉长时间吗？还是说它要给我形成突破？因为最近也是跟大家讲，它这一个牛熊线是非常的明显，早在这一个马斯克推特收购的时候就压回，现在是又突破到底要不要震荡？大盘是又在搭台的话，它在震荡的结构下，那风格最近是很明显观察，已经转到很多小的币种 AXS 昨天是大涨了50%，所以我估计狗狗币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时间要提前来突破这个位置，就类似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20年的整个11月份或者是8月份的这个整个底部的区间，它也是一根大涨的拉升，没有拉的这么高啊，拉的在这个位置后面是有压回，这个位置也是一样，拉上去以后洗盘压回，但是现在价格已经是重新反到这2条牛熊线的上方，就类似这个位置区间反到这个牛熊线的上方。那我的估计有没有可能提前开启这种大级别的上涨，或者是有没有可能短线马上来一个1倍？因为昨天有看到一些现象，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AXS 是非常的强势啊，昨天直接就大涨了40%到50%。那短线的一些支撑位，我简单跟大家聊一下。你的支撑位如果有的朋友，我个人是没有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区间它已经站上去了，所以这个位置不一定会压得回来。但是如果你真的在低档有买的，我的观点是，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高位跟这一个低位的一个支压转换的位置，也就是整个矩形前面的这一个矩形的区间。那如果上去的话，就是这个位置有一个压力啊，18块附近。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狗狗币的重点，它狗狗币整个大长线，刚刚讲的周线是这种 ABC 调整的结构，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如果前面它这个是大级别的一浪的上涨行情，那既然周线里面都有这种曲折的区间，当时在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的没有狗狗币低档，可以继续买，然后这一个很明显的观察，它是不是一个2浪，一般调整浪上涨都是1、2、3、4、5，然后回档都是 ABC， 而且这种1、2、3、4、5的结构里面，有可能就是一个大一浪，后面是一个大2浪的 ABC。那现在这个位置起来 ，ABC 是不是到位？2浪是不是已经到位？2浪是 ABC 的结构，
有没有可能开启3浪的上涨？因为风格现在有看到有在转化，所以我的估计是狗狗币你有做对也继续给我报啊，不排除这个位置突破。那有没有可能开启一波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行情？因为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在整个大长线里面，它的这一条250的均线开始已经要进行一个拐弯的动作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前面在这个位置也是跟大家讲，我个人是又买了一部分，其实还有一部分短线是在这个位置买的，目前还没买，那就在观察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过的情况下，其实这一个高位的压力，我估计重不重要也不一定会很重要，因为时间早在这个位置都已经化解了很大的一部分。现在这个位置震荡都这么强势，有没有可能突破也是不排除，因为这个位置当时冲的时候是在化解这个位置的压力，所以我估计可能这个位置的压力已经在这一个区间或者在这个区间测试的时候化解掉，那这个位置的压力在这个位置的区间回撤的时候又化解掉，短期在这个位置过的话，我估计是这样子整个大级别的长线可以观察一下，250的成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拉一条直线去观察，它早就已经站上所有日线的均线组，虽然短线上涨是有一点背离，但是我估计如果是资金想拉的结构下，只要它量能保持，因为这一根上涨也可能就是有仙人指路的一个迹象，它价格一直稳在这个上方，所以我当时也是看到一个现象，你量这么大，你是谁在拉的？昨天有利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一个零售贸易巨头罗宾汉，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在努力的支持狗狗币的一些工作，把狗狗币纳入他们全新的一个加密钱包。所以在美国那边现在有利好的情况下，美国的主力是不是在支持这一个狗狗币？我的观点是，反正整个大长线，既然连这些均线全部都踩在脚下，甚至这一条250MA 有拐弯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整个月线的它的 WR 指标。我估计真的风格要转换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狗狗币之前也是跟大家讲，它月线的 WR 指标就这一条最黄色的，从这个位置破大约是 0.19 的附近破的时候，它这个 WR 指标一直在80上方，非常弱势的一个区间，甚至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时候，他都没有把这个 WR 给它破到80下方。那这一次有没有可能狗狗币这样子破80下方，就类似比特币前面在这个周线里面的整个形态？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它其实也是在非常弱势的周线的这一个 WR 在80上方一直非常弱势的一个区间，然后这一次突破的时候，当时有跟大家讲破了这一个80，那有可能比特币就要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那现在的一个走势，它的日线，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昨天是有跟大家讲到，日线我估计可能会震荡，本来是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有可能就估计看要不要横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在20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疫情爆发以后，它挖坑下去以后回上来，在这个区间它是不断的在震荡。那现在的一个行情，其实有可能也类似这种上涨以后，它这边喷出去，有没有可能又压回，或者是类似这种的区间再涨上去，但是还会再压回，有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区间的一个震荡，或者是后面它再上去，那有没有可能在这种位置又画了一个区间？其实区间里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在高档画的一个区间，又有压回的一个区间，所以我估计比特币最近是不是在搭台唱戏，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如果是大盘在这种整理的结构，我的观点是不排除一些小的币种也是在猜哪一个币种会不会爆发1倍甚至10倍的行情。当然比特币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如果没有的朋友，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它这一次如果在整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 KD 指标给我回撤到80下方，目前还是在强势的80上方钝化的结构。我个人长线的仓位是不选择卖15K 的比特币目前还是在爆，但是短线上如果要做的朋友，昨天也是跟大家聊到一个重点，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有一根空方的吞噬，那大量它是在这一根因为这一根是有一个大量，昨天不太好的一个位置是把这个位置给破，但是现在又收了一个上影线，所以我估计可能下跌的话，它也不一定会跌得很深，有可能最理想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或者是深一点的话，会不会在这个22000附近的这整个矩形区间
进行一个整理。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个小时，就是昨天有跟大家讲的，这个高位有一个空翻的量，它这个量很大啊，所以这整个低点是不能破。但是破的话，现在又收了回来。不然我的观点是，朋友们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你看1个小时的形态或者4个小时的形态，你尽量以它的收盘为主。昨天我就是一直在观察它到底收盘会不会破这一根，这边不是有一个低点，但是没破又来了一个大量，所以我估计有可能利好的情况下，最近风格是变得太快，有些币种如果有踩对，尽量还是选择给我报，包括整个以太坊。目前的整个形态，我的观点有可能类似大盘，还是区间震荡的一个结构，你就尽量以震荡为主来对待。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